离开祖国6年了，今天我终于回家了。我爸每天就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啊。北京西班牙签证中心，这就是北京大学一塌糊涂中的湖。站在未名湖边和博雅塔再合一张照，看看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啊！耶、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take a video? You have any video?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兄弟们啊，6年了，终于回家了。我是8号入境的，8号到7号。行吧。谢谢。Thank you。这样就行，这样我和自行车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加哪儿的啊？加哪儿的？河南周口的。兄弟们啊，非常简单，刷一下护照，1分钟就算回国了啊！从这个门出来，我去拿我的自行车去。已经离开咱们的边境大门了，还是回国比较丝滑啊！直接刷一下护照就算进来了啊！出了咱们的边境大门，今年的骑行计划，骑行穿越东南亚回国的计划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下面我就找个地方把我自行车寄回家，下面就回家过年了。毕竟5、6年没回来了。从边境这里到摩憨镇大概有7公里吧，半个小时就骑到了。那个地方应该有这个寄快递的地方。哎，你好，老板，老板。哎，这寄到河南多少钱1公斤啊18的手重，6块的续重。对，我这些东西全寄回去，我坐飞机回去的。东西全部。对。自行车啊？寄不了吗？不是，自行车必须有原包装的。没有原包装的寄不了。没有原包装要挡布架子，挡布架子又是几百块，算了嘛。那自行车寄不了。对，就是说如果是单独我们这样给你包装挡布架，几百块钱花不着，真的。那这个火车能到西双版纳吗？带自行车？火车能带火车带自行车能到西双版纳吗？对，它有托运的，火车有托运的那个功能吗？你到那个上面那个西部过场那一块有物流公司，你问问。你好，老板，这个自行车能寄吗？自行车啊。发到哪里啊？发到河南。这个的话只能发物流。对，物流也行。物流是不是慢一点？对。大概多久能到河南？这个时效不保。半个月。也没那么慢吧。那行。7、8天。大概价格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吗？它是按重量。1公斤。重量的话是1公斤是3块，它还要量体积，它还看你这个是要装。这个不用，这个已经报废了。这个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了，就是不需要打包什么的，就直接能弄回去就行。它不能裸发的。哎，你好，有到西双版纳的车吗？现在没有。啥时候有呢？你走啊。兄弟们，自行车已经打包好了，还是德邦物流牛啊！可以寄我的自行车，用胶带加固一下，更不会散了。德邦物流发的基本上都是大件儿。白天用镜头带大家再转一圈，看一下这个摩憨站。
挺大的啊。这有一个自动售票处，先在这里试一下，看能不能买到票。兄弟们，这个支持微信、支付宝直接付啊。这是一个购票的页面，然后点购票，确定。目的地是到西双版纳，然后点下一步。今天还剩3趟车啊。这个最近的一班是14点11，然后最晚的一班19点55。1等座103， 2等座64。啊，可能是最晚一班，人比较少，便宜啊，你就点这个。下一步，刷一下居民身份证。好，刷好了。正在处理，请深海你的证件。确定。正在处理，啊，我就不买保险了。总共是75块钱啊，1个小时就可以开到西双版纳200多公里。啊，微信支付，然后用微信扫一下二维码。哎，上面点支付，正在给我打印票，看从哪出来，应该是这里，出票口。已经返回主页面了，为什么我的票没出来呢？上面写的本机故障时，请不要离开，拨打0879求助，我要求助一下。钱都已经扣过了，居然没有给我出票，我现在打电话求助一下。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没错啊，302-50789。为什么是空号呢？我再打一下。自动售票机出现了故障，我只好求助工作人员了。就是去西双版纳景洪，兄弟们已经取到票了，现在去登车。要刷一下身份证，我以为直接刷二维码呢。啊，不需要刷这个二维码，刷身份证就可以了。他的包底一下就可以了，底一下就过去了。直接合。好，我东西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我人了。那我是你剪刀。包子吗？包子。对的啊。啊？水拿出来测一下。要不我喝一口吧？可以。水拿出来测一下。这个水要先喝一口。已经过完安检了，进来了，下面就开始等火车了，还有大概10分钟火车就来了。如果你要是在欧洲待的时间久的话，你可能忽然回来会有点不适应，因为你可能坐地铁啊、坐火车都需要过安检啊，这也是咱们的特色吧。但是你像平时在欧洲生活1年的话，也过一年可能就过不了1次安检啊。刷证件，有什么证件买的票刷什么。但是在咱们国内是很安全的，安全这一点可以毋庸置疑啊。像过这么多次安检啊，这么细，肯定非常的安全啊。总共就3个站台，1号站台、2号站台和3号站台。我票上写的是D88这个车次，上面写的D88是开往昆明南站，在2号站台。应该就是这一趟火车D88啊。这辆高铁叫澜沧号，大概有8个车厢。我的票在3号车厢，还要再往前走走。左边这个绿皮火车就是稍微慢一点的，时速在100公里左右，应该就是这个3号车厢。我进去找找，我的是在15号 A，就是15排吧，应该是。
ให้วางไว้จุดวางกระเป๋าขนาดใหญ่ที่ทางรถไฟกำหนดตลอดระยะ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ภายในตู้โดยสารรวมทั้งภา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 EMU 请您按照车票对已经找到我的座了，还是个靠窗的位置。这些年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我感觉我总能给我选到靠窗的位置，都是随机选的。兄弟们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高铁有多稳啊！这是高铁内部的车厢，你看我这个小桌板上放了一瓶水，这个水呢它就不是有很大的波动啊，非常的稳。此时的火车速度已经达到161公里每小时。从磨憨边境口岸到西双版纳有200多公里，但是走铁路的话应该有200公里左右吧，1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了。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在隧道里的，可以想想这个工程有多么的大。因为这个高速列车它必须要走这种平路，在云南这边它是横断山脉的延伸部分，几乎都是山，没有平路，你只能这个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啊，这样才能跑得更快。咱们中国的火车大概可以分为5种，最快的就是鸡字开头的高铁，它的时速在300公里以上；第二种就是D字开头的动车，它的时速在160公里到250公里之间；第三种是 Z 字开头的，又叫直达列车，这个是中间的站点是不停的，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第四种就是 T 字开头的特快列车，它一般只在省会型的大站才停一下，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40公里每小时。最慢呢就是 K 字开头的列车，当然呢也是票价最便宜的，它的时速一般都在120公里每小时，逢站必停，所以它的时长会比较这个长一点。兄弟们已经到西双版纳站了，因为咱们坐的是 D 字开头的动车，时速就在160到250公里每小时之间的，1个小时整就到西双版纳了。这次到西双版纳呢是住一个粉丝家里，我先给陈哥发一个消息，我看到哪了。我在出口这里。陈哥说他在出口那里等我，再走几步就到出口了。好走的路总是那么拥挤，咱们走不好走的路啊。出站也要刷一下身份证，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好，就这边。出来了。我看一下陈哥在哪呢？在这儿。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西双版纳。陈哥已经接到我了，骑上了我们心爱的小摩托，唱着喜欢的歌，畅游西双版纳。兄弟们，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该烫了？已经6年了，今天终于能烫头了。现在去找一家理发店去。前面好像有一家理发店，全世界的理发店的标志都一样，都是那个一个圆筒在那转啊转啊。这上面有价格，新年期间男士单剪25，女士的就贵一点啊，洗剪吹要40。大家先记住我现在这个发型啊，看等一会儿烫好之后是什么样的啊。我现在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到有人说中国话，我就感觉心里就是一惊，因为在国外时间久了，几乎1年也听不到几次中国话，但是现在还没有适应过来啊。我今天就打算烫这个发型了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发型。老板说这个叫纹理烫。老板，我今年回去能不能找到对象，今天就看你了，希望你能妙手回春。现在我的托尼老师已经开始上活了，现在这一步是就是把头发卷起来是吗？卷干。等一会儿卷好了之后，我的那个发型应该和那个包租婆一样啊，功夫里面那个。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现在已经加热完成了，坐在这里等1个小时，等我这个头发完全演变完之后，就可以看到成果了。1 hour later， 兄弟们已经烫好了，大家感觉怎么样？可以留在评论区啊。1个字，绝。老板多少钱？100，好的。在国内就是方便啊，可以直接扫码付款。叮咚，已经付款成功了啊！陈哥住的这个地方就是西双版纳的老城区，以前就是市中心。现在刚刚6点20分，已经非常冷了，我得赶紧上去穿个毛衣去啊。Hello，
这是陈哥住的地方。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害羞了。你今年几岁了5岁了。哦，这是陈哥的女儿，很可爱。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根批。你今年上几年级了？几年级？说嘛。幼儿园嘛，幼儿园中班嘛，你是。开一下盲盒，看一下这个汉堡什么样的。好辣嘛，好辣！你吃这个皮嘛，吃这个面嘛，肉不要吃，肉辣。就吃一点。要么须子嘛够的。你女儿的性格和你正好相反，她特别活泼。我尝一下这个汉堡怎么样啊？差不多，我感觉都一个味。确实，和在欧洲吃到的差不多啊，味道都是一样的。陈哥带我去湄公河逛一下。澜沧江。啊，对，到国内要叫澜沧江了啊。跟咱们不是看的那个电影《湄公河行动》嘛？对。所以感觉这湄公河了漱口一点。嗨。湄公河是比较大名鼎鼎的，澜沧江这个名气稍微差一点。那个红色的是什么？红色的是那个地标，小地标的那种建筑。叫什么广场？河水广场，这个就是现在过去。啊。这就属于最城中心了。每年的泼水节是啥时候啊？4月13到15。这广场能不能容纳1万人？哎呀，不知道，那到时候人多的挤不进来，全城，它马路整个就分成了，全城就是都是过泼水，就拿着盆在这边泼。但是最集中的就是在这里。啊，这也有小孩这个滑旱冰的。我也滑冰鞋。啊，你也会滑是吗？我知道这个叫非洲鼓。手鼓，他们写的叫手鼓，写的是。看到这些非洲鼓，让我想起来了我在非洲卖鼓的日子。这还有一个灵魂舞者，这个大爷自己在跳舞。广场中间就是跳广场舞的，在国外见过跳广场舞的，但是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跳广场舞的？给大家看一眼西双版纳的 CBD 告庄，因为现在是旱季，所以呢，这个江面的水位下降的很大。那个红色的圆的是什么？桥吧，那也是个桥。也是个大桥。对，那个桥上拉上来那个帘子。我看一下这个大桥的中文啊。啊，对，西双版纳大桥。那个大桥下面那个。你之前来过这里吗？来过。来过几次啊2次。2次啊，那加上今天就是第3次了。今天你做叔叔的导游行不行？行，你带我去逛。我们已经从河对岸走到河这边了，这个 CBD 告庄就在眼前。小朋友让我给他拍张照片，你别动，别动，摆一个耶，站起来。Nice。这就是西双版纳的网红广场吗？网红打卡地啊！以我的粉丝量来算，虽然我还不算一个网红，但是我也打一下卡吧，比个耶。这是星光夜市，这个帅哥也是一个手艺人呐。这个菩提果可以做成这样漂亮的东西。剥开嘛，剥开里面就是这个。这些他要抛光嘛要？对，他现场做的那个。现在就在抛光啊，等抛光完成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了。这么丑的一个东西能做成这么美的东西啊？这是染的色啊，要染色啊。
这个这种就是纯的它纯菩提，不带颜色就是正规的真的。像这种它都是后期它做的那个，像这种我看都是里面它都是高科技啊。科技与狠活加了啊！这个老板挺放心的，然后这么多东西放着没人看，他就自己在那边做东西。我发现这些手艺人都非常年轻啊，一般咱们那边手艺人都是年纪大的。要加科技与狠活，老年人就这个脑子跟不上速度了，还是要靠年轻人啊。经济不是能不能行？这个话就不能说了吧？经济不行，年轻人都没事干嘛？啊，非遗七扇啊，这是画扇子的。以前的大家闺秀喜欢用这种扇子。啊，这也是一个年轻的帅哥啊。这边是卖烤串的，烤蝎子我在泰国曼谷见过啊。这个是蝎子啊，这个是蜈蚣，这是蜈蚣。都是可以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高，满满的蛋白质。以后想要补充蛋白质的，可以来西双版纳来这边补充一下啊。不要再问我，剩下的读书让它你走吧。到了几点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拍都要自由的。这个地方拍照的人很多啊，陈哥，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在这拍照呢？这就是个网红景点嘛，湄公河6国水上集市，就这一点点，它有一点那个建筑的风格嘛。这边就是西双版纳特色的服装，来这边可以拍照啊，可以录视频啥的。虽然我已经整个穿过湄公河了，我也在这里拍张照吧。这是越南胡志明市的湄公河，这是柬埔寨的湄公河，这是泰国境内的湄公河，这是缅甸、泰国、老挝3国边境交界的湄公河。兄弟们，我正在骑行穿越金三角。这是老挝境内的湄公河。这个地方拍照的更多，然后前面是一个奈何桥，跨过奈何桥我们就到大佛寺了。这个桥头也有那迦啊，看到那迦就可以确定这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一个寺庙。右手往后撑。这个佛寺叫什么名字？应该是告庄的大佛寺吧？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有。对，这个，要不我就把你摄像搞去。这摄影师拍照好专业啊，有好多补光灯，还有教拍照的姿势。他戴的这个我看像苗族的那个。应该是苗族的服饰。这几乎全是电车，摩托车很少，和东南亚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记得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时候，每次到大的红绿灯路口，那成千上万辆小摩托给人的感觉啊，非常的震撼。低气压混合着摩托车的尾气啊，那真的那个味道啊，这个闻了之后3天不想吃饭啊。小朋友陪我们逛了1天了，今天奖励他一个雪糕。今天开心不开心？ happy 不 happy？ 尝一下什么味道？尝一下。甜吗？不客气。来，我也尝一下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一个雪糕是多少钱啊？2块钱人民币一个。你在国外是压根不可能想象的啊。兄弟们早上好啊！因为5、6年没回国了，我的这个身上所有的证件基本上都快过期了。我的这个银行卡也快过期了，现在呢正好有时间，我去西双版纳这边的中国银行的支行，我去升级一下我的银行卡。好，已经到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点了。1 hour later, 3 hours later。兄弟们，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弄了整整4个小时，
终于把银行卡由2类升级到1类了。头已经烫过了，下面呢我就洗一下牙。我的牙里面有那个黑的结石，洗一次价格是49.9块。他洗的是你的牙齿的，他洗的是脏东西那种，咽下去也没事儿啊。这个牙齿还好，这个比较严重。对。这个那这个要修的话能修吗？还是？你这个修的话，因为是裂纹，我们补不了。它只能就是你后期如果怕它断的话，就做个牙套。做个牙套给它修复一下，或者后期有什么问题再说，因为现在你也不痛，是吧？有时候会有点酸。有点酸，那就撕。但是做个牙套的话就不容易。牙套太难看了吧？牙套没有啊，牙套做出来跟你牙齿差不多。一个牙套多少钱？一个牙套，1200一颗。哎，这我还真是不知道，5个裂纹。对，有点裂。兄弟们，就那一次在非洲骑自行车的时候，从山上刹车失灵了，窜沟里了，一下这个牙磕到石头上了。哎呀，没想到以后真的要换牙，不会说平常是60岁掉牙，我不会40岁牙就掉了吧？不会，你平时少注意点，少啃太硬的东西。你洗好了兄弟们，牙已经洗好了，是不是比刚才白了一点啊？在西双版纳买一个大西瓜，看看多少钱啊？17斤，47.8块。好的。叔叔，我带你去集市。好嘞。小心点，这里有水，这里有水掉下去，那里有鱼。这是公园喂鱼的地方，你看有很多锦鲤。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唱的是京剧啊。那边是中国的大爷大妈们在吹拉弹唱，这边应该是下棋的，这个叫做中国的象棋。大家可以看一下，2个人下棋，大概有20多个人在指挥啊。这是打扑克的啊，这扑克都会玩，但是象棋的话就比较耗脑子了。每天的早晨和晚上是中国的大爷大妈们占据公园的时刻啊！我也不怕上，我在下面。啊。陈哥的这种教育方式很好啊，然后可以锻炼小女孩的胆量。你看你旁边的小妹妹就不害怕，你也可以的。哎。对呀。然后下来，转了之后下来。现在还害怕吗？不害怕了。公园里有很多唱歌的，这就是其中一首歌的歌谱。真的可以自动旋转啊，360度无死角啊！波妞又解锁了一个新玩法。看我们俩谁转的久啊？
圈，2圈，3圈，4圈，5圈。我晕了，我要晕了，我要晕了。蜗牛，你玩这个不害怕吗？他们俩不认识，就是路上忽然这个小孩牵起来他的手，你多了一个弟弟。陈哥带我来吃一下老家的饭食——河南面馆。我们喝一碗胡辣汤尝尝，20年的老店了，没有胡辣汤。然后看看有烩面没有？这有一个牛肉烩面啊，这是这个河南餐馆的菜单啊。我点了一份牛肉烩面，大份的15，小份的12。河南人到哪里吃一碗面，就是悄悄的吃一碗面就走了。东北人的，老妹儿来个小菜儿，老妹儿有没有辣椒？老妹儿拿个酸醋。他想跟你靠近，所以对，可能感觉长得太漂亮了，想和你多唠两句。这一大碗牛肉烩面才15块钱啊，然后这个是各种咸菜，直接上碗啊。这咸菜是免费的啊，尝一下这个烩面怎么样啊？拍照呢，告诉家里人吃河南烩面。哦，真的6年没有吃过烩面了啊！那就多吃点。对，这一大碗，我饭量很大了，但是这一大碗我能吃撑。这要是在国外，这一碗烩面至少得50块钱起步啊，而且还不一定有这个量大。我的羽绒服也干洗好了，40块钱，洗得非常干净。这个羽绒服是为数不多啊，我身上这个原装的东西啊，6年前带出国，然后6年后又把它带回来了。哇，现在国内的科技真是太发达了。那我选一下啊，看能不能搜到我的视频啊。云视听小电视，这个屏幕真的很大啊。主要看看它能不能搜到啊。然后点上面的搜索。我搜索我的账号，第一个视频居然弹出来的是环球骑行在印尼请比利时小姐姐吃最后一顿饭啊，那就咱们就看第一个视频吧，这系统自动给我推荐的。好，看看啊，我也回忆一下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又跑过来给我抢着结账。哇，这杰西卡的头真大！杰西卡一个，我发出去之后，杰西卡能看到这个视频。现在去吃早餐。你看，杰西卡，你看一下你多大？这个头多大？我的头也很大啊。看到这个视频，我又梦回雅加达呀。回到中国之后，看到自己在国外拍的视频啊，真的有万千的感慨啊。最大的感慨就是缘分很奇妙，其次呢，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时光如梭，光阴似箭啊。所以青春很短，梦想太远，咱们要抓住当下。在西双版纳游玩了2天，感谢陈哥的接待，咱们有缘再见。好，再见，拜拜。好，那我进去了啊。好，拜拜。西双版纳挺好的，城市也非常的干净，吃饭也不是很贵啊。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一下，冬天来特别舒服啊，这边适合过冬。感谢你的理解与配合。国内出发大厅应该就是从这个门进去啊。临时停车。我的值机柜台是 B4 B10，登机口是1，问一下 B4 B10在哪边吗？哎，你好，这个 B4 B10在哪里？是在那边。啊，谢谢。啊，那就往这边走啊。应该是这个10，我问一下吧。还是在国内登机方便，直接刷身份证，然后托运也非常方便，因为语言可以交流嘛。拿到登机牌之后，下面就开始登机了，在这里过一次安检就到登机口了。
已经过完安检了，下面就开始刷登机牌登机。前往常州乘坐 MU2680次航班，还会有登机的鲁贝雷旅客，请由3号登机口迅速登机。再见了，西双版纳。座位号码为请您下方，这边是第3排。这个飞机一排能坐6个人，差不多有30排，也就是说将近有200个人了。兄弟们，1个小时40分钟已经从西双版纳到遵义了。1个小时之前在西双版纳是20多度，然后1个小时到遵义之后直接变成0度了。我在高德地图上打了一辆车，上面写的是10块钱啊，到10公里之外的订的那家酒店。这个车马上就来了，还有116米，应该就是那个。你好，师傅。我们上个20块喽。啊？去结账20块钱。不是上面显示的10块吗？我那个价格我去不了，3轮车都要收15块钱。20是吧？对。那线下给还是线上？线下给。那走吧。师傅，这个遵义算北方还是南方？西南。那收到没？好的，谢谢啊。对不起。你慢走。那也行。3轮车。好的，谢谢啊。你好，我订了一个住的地方。兄弟们已经到住的地方了，46块钱订了这一间大床房。这里离机场非常近，明天搭个3蹦子就可以直接去机场了。这是洗澡间，看看这个洗澡间，应该有热水啊，有热水，但是没有空调，晚上只能盖厚一点了。这个被子应该可以啊。呀，舟车劳顿，先躺着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出去吃点贵州的特色食物。这是今天的晚饭，这个小笼包是8块，这个馄饨也是8块，然后这个豆皮儿一个是1块，加一块是18块钱。尝一下这个小笼包怎么样？蘸着辣椒，挺好吃的。馄饨也不错。刚才我还给杰西卡说，他问我在吃什么，我给他发了这个照片，还问我多少钱，我说2欧元，他有点不信。我记得我在雅加达那个山东饺子馆请他吃那个煎饺，还有吃了1碗面，我们俩就吃了这2份东西，花了35万印尼盾。在国内这个沙县小吃几乎每个县城都有，而且价格应该是比较亲民的，但是在国外沙县小吃没有啊。我是12点15的飞机，现在已经11点15了，还有1个小时。问一下有没有去机场的这个小3轮吧。大哥，机场去吗？啊。机场去吗？机场。啊。多少钱？啊？15，都是15。10块行吗？啊，行，那行啊。啊。拍短视频的啊？对。行吧。啊。欢迎你。坐这种小3轮，经济又实惠。从这里到机场大概5、6公里吧。大概4个多公里。啊，然后15分钟差不多就能到吧。现在就方便，什么都可以扫码。现在都是在手机高头支付。但是我觉得用现金舒服点，但是我们有地方混用现金也在用。好，好的，谢谢你啊。不用谢，下次又来玩。好，拜拜。好。没有用10分钟，8分钟就跑到机场了，很快啊。现在进去。现在是11点40分啊，已经拿到了登机牌了。现在他们正在登机，我不着急，等他们都登机完了之后我再上。检票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也该走了。
从遵义飞到北京大概是2个小时，中间这个河北航空还管一次午餐。打开看一下啥，应该是鱼肉米饭。还行，就是有点咸了啊。已经吃完了，1粒米都不剩，没有浪费啊。飞机正在滑行，为安全起见，请您仍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兄弟们，飞机已经平安抵达北京了。6年前我从北京骑出国的，6年后再回来啊，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呢？拜拜。这就是北京大兴机场了，我们就是坐这个航空公司来的，河北航空。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按摩椅啊。地铁是地下1层 B1， 到了地铁的入口了。我的目的地是10号线的劲松站。我手里还有一张北京的地铁卡呢，这是6年前我在北京义务献血的时候，他们免费送给我的。问里面还有没有钱，或者说6年了还能不能用啊？你好，能帮我查一下这个卡还能用吗？或者还有多少钱？啊，还有30。你过期，我帮您激活吧。啊，行。这个已经激活了。好的。里面还有30块5。行。是去天安门方向是这边还是？这边，这边往市内的。好的，谢谢。哎，刷了还能用。没显示多少钱，应该出站的时候会显示多少钱啊？这个卡可以刷公交，也可以刷地铁啊，通用的。然后把它放在我的手机后面，这样每次刷一下手机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始发站，有很多空座位啊。平时在北京坐地铁能找到座很不容易，毕竟北京人口有2200多万呢。兄弟们，从大兴机场坐2站地到这个草桥站，大概有45公里，收了35块钱啊！没想到这么贵啊！刚才刷卡的时候没刷出去，给我卡那了，一查是余额不足啊。因为刚才咱们进站的时候不是还剩30块钱吗？刚才我又在这里又充了100啊，刷一下看能不能刷出去啊。第一，可以了，30多块钱啊，太贵了啊！兄弟们，已经到达我的终点站劲松站了啊。看看等会儿出来时候多少钱啊？第一，5块钱，这么便宜！我一下坐了10几站才5块钱，可能因为那个大兴机场那边就那一条线贵吧，其他的都是挺便宜的。我要从这个 C 口出去，终于出来了。到北京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冷啊，我冻耳朵，我想把这个帽子戴上，但是戴上帽子又影响我的发型。我有一句口头语，就是什么都能乱，发型不能乱，还是先冻一会儿吧。这里已经零下7、8度了啊！这是这2天我在马哥家住的这个房子，3室2厅1厨2卫啊，有2个卫生间。这是一个卫生间，这是一个厨房，然后这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房间啊，这还有一个卫生间。我住的是这个房间，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站阳台上看着星光点点的夜景。楼下是车水马龙啊！带大家看一眼世界人口排名第8的大都市，一望无际的高楼广厦，每家每户都像一颗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来到北京吃的第一顿大餐是严哥请的，这些年我在国外啊，这些签证都是严哥帮我搞定的。我昨天刚到北京。然后这个严哥已经把美国签证的资料都给我准备好了，一打给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啊。以后大家办美签啊也有一个参考啊。这是我的2本护照啊，第1本已经用完了，这是第2本在塞尔维亚贝尔格来这换的。然后这是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啊，这个是预约的一个单，这个是预约单啊，预约单就是到时候给这个门卫看的啊。重点来了，这2张照片是我骑行全世界啊30-40个国家的证明啊。这是我做自媒体的，他要问我这个工作是什么，我就这样说，是吗？对对对。然后这是这自媒体账号的粉丝还有其他的，对对对，这也打出来了。然后这个资料是我的这个银行流水，其实我现在卡里已经是负数了。然后是这个几个同学给我凑的钱，然后打到我这个银行卡里啊。现在总共凑了是66904块9毛啊，9毛1啊。我办美签就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啊。
如果明天能过的话啊，以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下参考啊。最主要的是感谢严哥，我这个昨天刚到北京，客气。我昨天刚到北京，今天已经把所有资料都给我整齐了，明天就可以直接用了，我就不用那么费心了啊。大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北京铜火锅是吗？对，铜锅涮肉。铜锅涮。欢迎范儿回到北京。感谢严哥的宴请，我们以这个53度的凉白开干杯。兄弟们花了987块钱在李宁店铺买了一身衣服，从头到脚全部更新了一下，希望明天面试美国签证能过吧。要不是为了明天面试，我也不去买这个衣服呢。毕竟上一身旧衣服这5、6年跟着我走了40几个国家，我必须要把它们带回家收藏起来。买李宁也算是支持国货了啊！谢谢王同学、孙同学请我吃大餐。那现在是我的节目，现在还是我的节目。一别12年啊！这12年我骑自行车走了40多个国家，由原来那个内敛害羞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乐观自信的大男孩了。下面问一下他们两个这10来年有什么变化啊？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要问一下我的同学对我的变化有什么感触？王同学，你先说。我觉得那个什么12年没见了嘛，然后班长就是比之前更加活泼。开朗，那个话更多，就大概是这些吧。孙同学之前上学的时候和我一样，特别的内敛害羞，你感觉对我有什么变化？我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班长这12年特别的勇敢坚毅，然后住着一个特别自由的灵魂，我非常佩服班长。王同学，你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是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点赞。孙同学，你呢？我在上学，我也是个学生。现在应该是读到什么学位了？我是研究生，才博1。咱们班应该学位最高的现在就是孙博士了。我是学渣，我不是学霸。同窗共读，恍如昨日，大好青春正是当年啊！希望时光能缓，我们不散，加油！这就是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主场地鸟巢，和鸟巢合张影。这是晚上的鸟巢，这是晚上的水立方。拿的什么东西啊？我给你买了冰糖葫芦。这么冷的天你还吃冰糖葫芦？因为结冰的时候才吃冰糖葫芦，所以叫冰糖葫芦。好几年没有吃过冰糖葫芦了，有点对冰糖葫芦都有点紧张了。送你一个，谢谢。这2个已经被我偷吃了，路上我忍不住。谢谢谢谢。掉在地上，它也跑不掉我的胃。每年做吗？还是另外要花钱的？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在鸟巢吃冰糖葫芦，哦耶，哦耶！干杯！干冰糖葫芦。欢迎范儿同学来到北京。感谢耿同学请我吃火锅，干杯！6年前我离开北京出国的时候，是胡叔叔和阿姨请我吃的饭。6年之后我回来了，来到家看看他们，买了一点小礼品，不成敬意。应该就是这栋楼，我没记错的话。1、2、3。确保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终于回来了，这个东门旁边这是物理学院，对面是化学院，然后这是北大的东门，就这2个学院是在北大校外的。不知道北大这个大门什么时候盖的，知道的同学可以留在评论区。这个东门不让进，我预约的东南门，现在往南门走一点。现在这个北大装这个门禁了，它要刷脸啊。以前我在的时候还没刷脸呢。这个校友回来也要提前预约，刷卡也进不了啊。我扫一辆小黄车骑进去，因为北大太大了，你要是走的话，能把你的腿给你走的酸痛。顺利从东南门进来了。这个是逸夫楼，这个是第2教学楼，
这里的每一栋楼之前我听课都进去过，一别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啊，仍是萧瑟的隆冬，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建筑，直奔饭堂，先去学医和学武干顿饭去啊！想这一口想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是寒假期间，他这个食堂不是一定开门。我本来打算12点过来的，但是现在已经迟到了2个小时，2点钟了，食堂应该关门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学武的饺子，学医的大肘子。这是北大的100年纪念讲堂，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建的。那里面有一个电影院，我以前每周都要看一次电影的，因为刷校园卡它会便宜一点。这就是学武食堂。这次出国6年没回来，一直都怀念这一口啊！尝一下这个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啊？还是当年的味道，可能那个大师傅没换啊。价格好像涨了1、2块钱，我记得之前好像是10块钱一碗。兄弟们已经吃完饭了，下面去带大家逛逛，好好逛逛这个燕园、畅春园、朗润园，还有静园、静春园。因为北大它以前是皇家园林，里面有很多这个园那个园啊。我的小黄车还在，还可以扫一下。兄弟们，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西大门了，咱们宣传画上看到的就是这个门。然后进去之后，跨过这个桥就是红楼了。下面我带大家从西大门一直骑到未名湖去。西门正对面这栋楼就是校长办公室，旁边这个楼也很大。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上面还在翻修啊，现在已经翻修好了。那是华表，这个荷花池的荷花已经谢了，翻过这个土坡就是静春园。从北大的西门进来一直往北走，依次是韶海荷花池，还有这个明鹤园，再往前走是静春园和朗润园，过了朗润园就是未名湖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啊，这个红湖里有很多鸭子。这个是孝敬亭，我以前喜欢坐在这上面弹吉他，滑一下冰，找一下童年时的感觉。这是北大的民主楼，也是德语法语文学学院。在校长办公室的后面，这个就是红一楼，这边是红楼。这是北大的考古博学院，这就是北京大学一塌糊涂中的湖。这是未名湖旁边的蔡元培校长的像，我和蔡校长同框合个照，耶！这个是北大的元培学院，过了这个桥就是北京大学的朗润园。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以前我经常喜欢来这个院子里听讲座，以前这个门口挂的牌子是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我第一次来这个院子里来听课，我进到院子里一看我都被惊呆了。我就想以后我有钱了，我在我的家里一定要盖一个这样的四合院啊。这就是北大一塌糊涂中的塔，这个塔呢就叫博雅塔，它以前是一个水塔，1924年建的，就是给这个全校供水的一个水塔。现在只不过有自来水了，不需要它了，已经变成一个古建筑了。我站在这博雅塔前，想想也曾是这水塔下仰视的一员。当下很长，未来很远。未名湖上面全结冰了，都可以滑冰了啊！未名湖旁边，这是爱德加斯诺之墓，他是那个写书的，采访过咱们的这个毛委员。站在未名湖边和博雅塔再合一张照，看看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啊！耶、这是北大的东门，出去就是中关村北大街了。刚从北大出来就碰到马哥来接我，我们好久没见了吧？好几年了。是。我的美国签证批下来了，大使馆通知我去拿我的美国签证。这就是取美国签证的富华大厦，应该是在这里取美国签证啊。来取护照不仅要身份证原件，还要复印一下，忘复印了，在这复印一下。1楼下面就右手边就可以复印身份证。好，已经复印好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1块钱。经过10分钟的等待，终于拿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难的签证。很多人都说美国签证很难，可我只用了2分钟就搞定了为期10年的美国签证。
拿到了美国签证后，赶紧马不停蹄的去办我的欧洲签证。这就是三元桥旁边的嘉诚广场，西班牙签证中心就在这边，法国的也在这边。进到嘉诚广场里面了。西班牙的签证中心是在 A 座5层，上去是3楼，还要再往上走。这上面标的也有，办理以下国家签证：韩国、印度、西班牙 A 座5层，法国、荷兰、以色列啊在11层。真是过了一道门还有一道门。这个西班牙从这个小门，西班牙5层。刚才那个地方要刷工作证才能进，这办签证呢，我们只能走这个楼梯了。好，到了，应该是这里。推门进入5层签证中心，对面是可瑞亚韩国的，然后这边是西班牙的，往这边走。好，有了，北京西班牙签证中心。Later， 兄弟们已经办完了，不用排队。我走的是贵宾通道，交了388块钱，5分钟搞定。如果不交这388，然后要排队排2个小时啊。没有工作卡的话，就从这个小门上楼梯往上走2层。资料呢已经提交完了，我坐在楼下休息一会儿啊，顺便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一次申请西班牙的申根签证都准备了哪些资料。这一次是我准备申根签证资料最多的一次了，你想这么厚一大页，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路过非洲的时候，在非洲申请过西班牙的签证，被拒签了。我有2次申根签证被拒签的记录。第一次就是西班牙给我拒了，法国也给我拒过。你看这一次我准备的详细资料有，首先就是申请表，你要在他那个官网上把那个申请表下载下来填上去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填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这个约好时间之后那个有一个确认单，这个申请确认单。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旅游签证审核表，然后呢再加上护照的原件，还有2张近期6个月之内拍的照片。然后还有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的复印件，还有我这2本护照上所有去过国家给我的签证的签证页的复印件全复印过来了，几十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我把美国签证也复印出来了因为我的申请表上写的是自由职业嘛，说白了就是无业嘛 freelance 然后我又把我这个所有的自媒体的账号的首页，然后给它复印了一下。还有呢，就是半年的银行流水。我的这个银行卡里目前是负数。就前几天办美国签证的时候，我的2个同学一人给我转了5万，另一个给我转了1万5，凑够了6万多块钱的这个银行流水吧。其次呢，是你的行程规划，比如说我到马德里，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住5天今天去哪里玩，明天去哪里玩，然后呢去这个塞维利亚玩几天今天去哪个地方，明天去哪个地方还有去那个巴塞罗那看足球什么什么之类的，要把这个行程写下来打印出来其次呢是你这个酒店预订单，就是你到这个城市每天住哪里这个也要提前预定打印出来。还有呢就是你要买保险比如说我这一次说我去这个10天吧，10天这个要买，我买了1个月的保险这个保险什么的都可以退的，包括这个酒店机票都可以退的等这个签证一出来直接退掉1分钱手续费都不要的。另外呢，我把我骑行的几10个国家的照片也给它打印出来了。最后一个资料就是解释信，因为我被西班牙拒签过，所以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为啥被拒签因为我在非洲是异地申请的，所以可能是签证官不相信不相信我去旅游的，可能是怀疑我去打黑工的，所以给我拒了。然后我把这个解释信写了一下这个解释原因，另外呢夸了一下西班牙说西班牙非常美丽，我想去什么什么之类的大概就这样，这个解释信就这样写的。资料呢就准备这么多反正都打印出来之后这么厚希望西班牙的签证能过。这次呢是我升的是贵宾是388块钱吧，它的正常的签证费就是900多块钱，你要是自己来交的话就是9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你要排队排2个小时。因为我买了今天回老家的火车票，所以我加急了一下，加急很快，这388加一块总共给他交了1312块钱，立马5分钟就搞定了，资料什么全审核完了，然后让我填了一下这个邮寄的地址，就邮寄到我老家嘛，说基本上半个月
就能出结果。如果过的话，他也会把你的护照什么资料邮寄到你的邮寄地址上去。如果没有过的话，他护照也会邮寄给你的。反正呢，西班牙的签证啊、申请啊、资料就准备了这么多。下面回去收拾的东西，坐火车回老家。6年多没有回老家了，我妈都忘了我长啥样了啊！下一站就是7号线的终点站北京西站，车厢里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回家过春节的，你看大小行李包都带着。我走了那么多国家，我个人感觉啊，我们北京的地铁，中国的地铁还是比国外的要1速度要快，2这个稳定性要强，3这个指示灯非常好。我记得我在葡萄牙那边坐地铁的时候，很多它没有指示灯，因为我是个老外嘛，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这个葡萄牙语，我都不知道到哪一站了。那后面有这个灯闪着，你就知道下一站是到哪里了，它的方向是哪里了。出了站就有一个电子取票机，大家可以看一下，看我的在网上购票能不能取出来，要刷身份证，刷一下我的身份证，我的车票等一会儿就会从取票口出来了啊。我已经上车了，找到站的地方了。我看了一下，我的站友有很多，不止我一个人站票啊。我们中国的春运这10来天，差不多有2亿多人在流动，外国人可能有点不理解啊。这样跟你说吧，就相当于10天之内有1/3的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家去郊游、去旅游一样的啊。你如果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站着还要回家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到过春节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团圆日啊，就是我们相隔万里也会回家陪自己的家人啊，这个孩子去一块团圆吃饭啊。从北京西站站到郑州大概得站10个小时啊，希望我能坚持住啊。我站在这个地方取开水非常方便，泡面也方便，在厕所旁边上厕所也方便啊。喝一口可乐，吃一口香肠，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饭了啊！坐了那么多次火车，也是第一次买站票啊。当然，你们看完视频不要以为我们中国每天都是这样的比较挤的啊，不是的，只是春运这10几天半个月才会有这么挤。毕竟我们这10来天流动人数超过2亿啊。我穿的里3层外3层的啊，希望今天不会感冒，因为我已经5、6年没有过冬天了，这一次回国过冬天是对我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啊！我已经站不住了，吃点海带丝补充一下我的能量啊，然后还泡了一桶泡面，坐在这直接就吃了。现在是凌晨4点半了，大概还有3个小时就到郑州了。这火车上的水不是太热，应该只有80度，它这个粉啊没有完全泡熟，半熟。兄弟们，现在距郑州还有不到60公里，现在是早晨的6点20分，7点钟应该火车能到郑州站了。从这个火车上下来，往右边走啊是喜广场，能坐地铁，往这边坐地铁吧。已经在售票机这里买到地铁票了。3块钱，挺方便的。在中国是不用带现金的，一个手机完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是郑州的地铁线路图，有16条地铁线啊。这是我们河南的地铁，和北京的是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一站地，我就到我的目的地民航路了啊。到我同学家楼下了，应该是前面这个楼啊。一到我同学家，二话没说，直接钻被窝里先睡了一觉啊。把昨天晚上的觉补回来了啊！睡了一觉醒来，发现隆冬腊月的郑州没有下雪，下小雨了。今天去看一下我的发小。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远行，我的路费就是我这个发小赞助的。这些年在国外，他结婚的时候我也没回来，所以正好这次路过郑州啊，就是去他家看一下啊。一眨眼啊，他孩子都快5岁了。你说这不服老不行啊！郑州的地铁的人没有北京的多啊，而这个压力要稍微小一点点的啊。我要在黄河南路转12号线，然后再换成3号线就到了。外面下大了吗？不会吧？
应该没有。Hello， 帅哥，say hello， 出发喽！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你把你头放下来，露一下。为什么这绿灯还有那么多车走啊？雨后的郑州格外的冷啊！再有1、2月没有下雨了，应该下雨。我以为下雪，这里应该下雪。早上可能下雪了。你点啥我吃啥。菜样还不少了呀。对，你看吃。后面这个村长家是个包间是吧？包间。啊。村长家、会计家、支书家。厂长家、花家。那你这个老板是不是当官的呀？这个饭店呢，宣传标语啊，很有范儿啊。我给大家看看，从他这个会计家、村长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老板是对咱们中国几十年前的文化很喜欢啊。本店5大坚决啊，这个都和小日本有关啊。坚决不泡日本妞，这个应该改掉啊。这个，我已经泡过日本妞了。他的意思是不是泡过日本妞了，然后就不能在这吃饭？你看我们河南的碗，这就是我们河南的碗啊。一般别的省都不敢用那大的碗啊，一碗酸辣汤，我俩这个都不一定能喝得完。尝一下这个酸辣汤啊，我这里边这个是牛的那个啥东西啊？牛肚子是吧？牛肚，还有金针菇啊，这个香菜、葱都有，尝尝。这个酸辣汤喝入是真重啊！这是烤猪的五花肉，嚼不猛了。这是我们河南的饭啊，大碗的汤，大碗的这个叫啥鸡啊？炒鸡啊，炒鸡，5香炒鸡啊。这个大盘子，这是饺子、烧烤。这是我回国以来吃的最大的一个大餐了。欢迎回到老家，体验老家的热情啊！以茶代酒。好。由于车站已经拥挤，请出站的乘客尽快出站，不要在站内长时间逗留。兄弟们，我又走错站了，我刚才走到郑州站去了，所以我又改签了一个。这就是我们大郑州的高铁站，郑州东站周围的环境，上面写的是英文啊，郑州 East Railway Station。我现在严重怀疑我的眼神和智商了。昨天在北京跑错了站，站了10个小时回来了。今天呢又走错站了，哎呀，我这个眼神啊，我得戴眼镜了啊，不戴眼镜不行了，光走错路。已经检票进到东站里面了，下面去找我的好朋友。我的这个书包已经不是变成背包了，我给它改版了一下，变成拉包了。你看拉着还挺舒服的，而且比较轻啊。这么多人，看看我能不能找到我的朋友啊？找啊找啊找朋友！我现在把镜头转一圈，看等一会儿他能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啊？我还是没有看见他，人太多了，而且面孔长得都一样啊！我现在要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因为现在开共享位置已经不管用了啊！这哪进都找不着吗？因为这人太多了，这卡的停电了，5G 网也不行啊！我操，哪进都找不着。有信号我看。你拿一桶泡面干啥？就1个小时。走啊！走。我刚刚坐公司了，他们就来自我介绍一下，帅哥。我是your name。G9054的旅客由10天10基地检票口检票乘车。这就是我们这趟车。和谐号，好的。2 hours later， 速度200迈，终于到了老家。这就是我的老家河南周口，欢迎回家过年。兜兜转转5、6年，今天终于回家了。因为5、6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在国内预计是休整1个多月，陪父母好好过个年。然后呢，就带大家继续去往新的大洲，去往新的国家，去遇见新的缘分。体验新的文化，拥有新的故事，加油！咱们路上见。
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追逐生命里光临身边的每道光，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So never never give up。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我还是眼前这个少年，没有。我还是从前那